那你来看这些漂亮的图片啊，你猜它是几步采样生成的？只有4步。4步采样呢，我们就可以生成这些非常高质量的图片。那我们会用到一个特殊的模型和一个特殊的技法啊。那如果用4步采样加上 Flux 啊，我们可以生成这样的一些图片，的确是非常令人惊叹的。那这个特殊的模型是什么呢？就是SHA-3。那这个特殊的技法是什么啊？就是 LoRa 校正。那具体怎么去操作呢？我们来看今天的视频。这个模型其实出来有一段时间了啊。那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呢是尝试使用4步采样生成非常棒的这个图像。那我们从它的这个效果上来看呢，都是不错的啊。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参数设置和普通的 Flux 模型呢，其实没有任何区别的，并且呢，我们可以在 ComfyUI 当中非常好的来使用这个模型。那么大家去下载这个模型的话，其实有很多的选择，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有 BIF16的，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里边啊。这个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专门的 ComfyUI 的版本啊，也就是我们的 Safe Tensors 这个版本。BIF16呢，大概大小是23.8个 G， 这个太大了，是吧？我们一般会舍弃这么大的模型。当然呢，它还会有一些精简版和量化版。那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 FP8。FP8 这个版本的话呢，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版本的大小呢就要小很多，一般呢小一半，11.9，对吧？大家注意啊，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 download last month， 上个月它下载了多少啊？这个是2270多个，是吧？2272个。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量化版，也是提供了不同的这个精度的版本 ，Q8 的、Q6 的、Q4的和 BF16 的。那我们一般用的也是这个 Q8 的。大家注意，量化版的下载呢反而更多，为什么呢？待会儿我们给大家演示。那你下载之后放到你的 Unite 这个目录里边，或者是 Diffuser 这个目录里边都可以啊。我们一般是放在 Unite 这个目录里边。那具体的演示我就不做了啊，你下载下来放进去就可以了。好，下边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模型。那我们打开 ComfyUI， 然后呢来构建一个基础的 Flux 的工作流。好，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大小呢，我们这儿改成1024×1024啊，当然是多少都行啊。下边我们调整一下模型，这个模型呢，我们选择 FP8 的这个，大家看一下是 SHA-3 Diffusion FP8， 选了之后呢，这个地方我们同样选 FP8， 当然选 Default 也可以啊，它自动会有一个转换。然后呢，我们增加采样器。然后我们改一下这个参数啊，这儿我选用 Fixed。采样步数呢，你注意它是要4步采样，这个就有点惊人了，对吧？4步采样啊，这是 1.0 啊，采样的名字呢欧拉，然后这儿呢我们选 Simple， 那这样呢就基本上完成了。为了测这个模型呢，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提示词，你注意这个提示词呢都是写实的啊。那这个写实的模型的话呢，我们会从不同的维度啊，比方说景物、人物、静物，各个方面来测一下这个模型。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人物中稀奇的野生动物和远处悠闲放牧的渔夫。那我们生成的提示词呢，我们直接给它粘过来。下边呢，我们直接生成，看一下4步采样生成的效果到底如何。这个生成就完成了啊，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大家可能没看见是吧？我没录上啊，我们再生成一遍，大家看一下。4步采样嘛，非常快啊。大家看一下啊，动物和远处的牧民，这个写实的效果也非常的棒，对吧？那你要注意啊，这种模型的话呢，它在4步的时候呢，生成的质量就已经非常高了。那如果你要是能到10步的话，那么它会添加很多的细节在里边。我们再来生成一下啊，同样的一个种子，如果是10步采样，大家看一下啊，就会更清楚，有很多的细节。它在描述景物的时候能力还是很强的，这是第一个提示词，比较远景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呢其实是一个景物的，对吧？阿尔卑斯山脉深处日落时分，冰川与岩石交织成壮丽的景色啊。那我们把它复制一下，我给它粘上。同样我们改成4步采样，那我们直接生成。大家看一下冰川雪山，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漂亮的。下边呢我们继续，第三个是草原上的雄狮，是动物的一个近景。大家看一下，到动物的时候我们能发现它有点类似于 LCM 采样的一个效果，过度去勾画轮廓和细节。但是在动物身上的话呢，这种质感其实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人物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待会儿我们会看到。下边是老渔夫在船头，然后呢我们生成一下，这个看的就比较清楚了。对于外国人来讲啊，他这种面部呢其实是有点刻画的过于深的啊，如果是漂亮的女生呢就会感觉有点怪，反而对于这种老人他的表现呢看起来就更加的漂亮。这个是一个建筑托斯卡纳的农舍啊，然后重点描述这个墙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也非常的漂亮。来看一下，对吧？非常的棒啊！这个是红山森林的一个特写植物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也非常的漂亮，对吧？这种参天大树的感觉，然后从底部的视角往上去仰拍啊，这个角度呢用的也非常的棒。下边呢是一个交通工具的英国的这种火车，非常的漂亮。看各种各样的类型呢，我们都在测试啊。下边这个是一个美食的，一个蛋糕的特写，一个面包的特写啊，不是蛋糕，非常的棒，对吧？这个是一个服装的当然有人说它是人的，人需要穿服装嘛，对吧？其实我重点还是想描述苏格兰的一个服饰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穿了一个格子的苏格兰裙儿，是吧？苏格兰的一种民族的服饰啊，非常的漂亮。下边呢是一个完全景物的极光的一个效果啊。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艺术品啊，是一个雕塑，看一下啊，也非常的漂亮。最后呢，回到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个话题，就是对于写实性的人物，它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那这儿我们同样用的是东方人物啊。那我们来生成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它生成的一个效果。当我们放大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人物的面部的话呢，这种胶状质感还是比较强烈的啊，不太好看，对吧？那有人说我们怎么去掉它呢？其实呢，有可能有很多人会尝试改这儿啊，比方说我们改成2.5，大家看一下啊，变化呢好像不是特别大，是吧？就是这儿肯定是不行。那其实呢，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使用那个什么呀？使用我们这个量化版，你可以看一下，量化版的效果呢，比 FP8 版呢要好很多。比如说我这儿直接选量化模型行不行？可能我之前呢比较少用这个量化版模型啊。如果你直接这样去加载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可以直接加载上来，但是它这儿会提示一个，就是这个 forward attention 啊，会少一个 attention mask。所以说呢是不能这样玩的，那我们需要安装一个扩展，这个扩展呢叫 Config JJUF， 这个就是专门来加载量化版模型的一个节点，它的安装很简单你只要把它克隆下来，然后安装一下这个需要的包，我们用一下 Python 的 pip 程序安装就可以了。一般来讲呢，这个也不用装啊。如果大家那个 Config 经常跑的话，所有依赖的包呢，基本上我们就是支持的。但是你要注意，它这儿提到了，就是在这个 macOS 上面啊，这个 Touch 呢有一个版本的要求是 2.4.1。那如果你要是用 2.6 的话呢，会导致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呢，还是有一些环境的要求的。当然，如果你不是苹果电脑，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一旦你装了这个扩展，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节点，叫 Unit Loader JJUF， 就专门用来加载这个量化模型的，你可以直接替换掉它，用这个就可以了啊。好，下边呢我们直接跑一下，
大家注意啊，我们现在得到了2张图，这2张图来讲的话呢，整体的效果差不多，但是你要注意量化版呢提供的一些细节会更多一些，比方说这个地方，如果你放大了之后，你注意面部的这个清晰程度比这个传统的 FP8 版呢就要好很多。那有人说我能不能得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效果呢？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说怎么去做。大家注意啊，你同样可以通过增加步数，比方10步以上，来得到更多的细节。那同样，我们来把这个拷贝一下，然后给它粘上啊。那我们来生成10步的，大家看一下，就会有更多的细节出现，但是这个面部呢也就更加的明显啊，特别像这个 LCM 采样的一个效果，对吧？那这样还有一个问题你要注意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采样器不能乱选啊。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是 Ola 和 Simple， 这没问题，你可以用 Ola 和 Normal，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也没有问题。如果你选个别的，比方说我们用那个小红书的时候用的一个采样器啊，大家看一下，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说呢，这个采样器的话呢，我们选来选去，你要自己去试啊。比方说我们DDM-Uniform，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有点诡异了啊。这是10步的情况，如果是4步，你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但真正选这个采样器的时候，用4步去选啊，别用10步。来看一下，这儿就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啊？如果你喜欢这个风格，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有很多在采用不同采样器的时候出来的风格会有一些特别有个性的这个特点啊，这个反而可能这种特点让人觉得挺好，这个就完全看个人喜好和品味了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不能乱选的啊。比方说我们经常还用的像 Sigma 杠 Uniform， 比方还有我们经常用的 SGM 杠 Uniform。所以说用什么看自己的喜好，如果你不确定，最简单的用Ola 和 Simple 啊，这个一般不用去测，不能说是最好的，基本上呢是不会有问题的。下边呢，我们回到我们最初那个问题，说他如果说想变得更加的贴近真人，这个应该怎么办？其实呢，还是要干预它生成的这个效果啊。我们来加小红书的 Laura， 大家看一下。那如果你按常规给到 0.8， 让我们选择 Flex 小红书的第2版，那我们看这个生成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物的确要漂亮很多啊，但是我们放大之后你会发现它不清楚，对吧？而且呢，我们这儿不能改这个采样器啊，比方说我们这儿改成 DES 和 Beta， 这个我们都试过啊，看一下啊，这个就基本上不能使了，对吧？所以说呢，不能采用小红书的采样方式，就用它就行。那有人说那怎么办？你可以把它的权重降低啊，你说降多少呢？2分法嘛，我们降到1半啊，0.4。再看这是 0.4 的效果，稍微还有一些走形啊，你可以再降一点啊，比方说我们给到 0.35 或者 0.3， 我们再降一半试试啊， 0.2 看一下，看一下啊。那这个呢就相对来讲的话呢更加接近于原始的这个风格，但是呢这种写实性的质感或者叫这种胶质感呢就会退掉一部分啊。那我一般用多少呢？我一般用 0.35 啊，大家看一下这样一个感觉，还是不错的。你要注意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提示词。现在我们的提示词其实是一个古典美女啊，所以说呢，它这种什么腮红啊，这种特点就比较明显啊。比方说呢，我们选一个之前的自拍的那个照片，大家看一下，我们选用一下这个提示词啊，就是旅游自拍的这个，那这样它就没有古典的那个感觉，对吧？可能就会更好一些啊。我们直接来试一下，把提示词换掉，然后我们再生成一下。注意啊，在所有的生成里边，我现在种子是固定的啊。我尽量的让大家有一个对比的效果。这个呢，我们同样 copy 一下，然后 paste 一下，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这就非常漂亮，对吧？然后我们这换成 random， 也可以试一下。大家看一下啊，都非常的漂亮啊，但是你拉近了去看，还是能看到这个不太清楚和塑胶质感的地方啊，因为我们
必定是靠这个 LoRa 校正了一下。另外你要注意的就是分辨率，按道理来讲呢是都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1024×1024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步数来得到可能更好的效果，比方这儿我们到10步，那我们同样看。这个自拍的效果就比较明显啊，非常好的一个角度啊，大家看一下，的确都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量化模型啊，它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觉。当然你要是用 LoRa 去校正 FP8 的这个感觉应该也不会太差啊，但是总体上来讲呢，量化版的模型的效果会更好，这就是为什么量化版的下载数量呢会是 FP8 版的这个3倍多。所以说呢，我们用4步采样生成了这么高质量的一个东西啊，其实还是非常惊喜的啊。好，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